今天请到了资讯种子培训计划的邱大泽培训总监，那他同时也是我们第3届非常优秀的 T 大使哦，非常感谢学长可以回来分享回馈给各位学弟妹。那总监本身的学习历程就是一个非常跨领域的代表，那他大学的时候是电子工程系，然后后来来参与我们 T 大使的企业专班，进行舆情监控机器人的专案。那有跨域的学习到一些行销知识，另外也因为培林的职场心法的课程，还有自己报名参与了人生设计心理咨商所的课程，那也成为了职涯咨询师。那另外也还有很多跨领域的身份，等等讲师会再详细分享给大家。那有很多身份同时的并行，就会需要很清晰的管理专案和资料嘛。而讲师也分享说，自从他使用 Notion 之后，不止工作和生活都透过 Notion 来统整，那专案团队的协作也因为 Notion 而变得方便非常多。那可能有些同学在想 ，Notion 不是笔记软体嘛？要怎么管理专案呢？其实现在 Notion 早就不只是文字记录咯，只要用对方法就可以解放 Notion 的生产力，让它变成一站式工作解决方案。所以今天的内容会以由浅入深的方式，带大家快速的了解怎么应用与使用 Notion 这个软体。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大家热烈的鼓掌，欢迎我们的讲师邱大泽总监。Hello， 大家，我是大泽，这样有看到我的画面跟听到我声音吗 ？OK， 好，那我先讲解一下今天主要的主题。很感谢刚刚主持人就是帮我介绍。那我真的是接触到了 Notion 之后，把工作跟生活都一直使用 Notion 做结合，那也帮助自己管理蛮多事情，达到蛮高的效率。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那就是主要是我自己的经验，主要是在职涯咨询还有种子培训计划里面。那我主要都是在做一些教育培训。那刚刚有听到说，我是大学的时候是电子工程，那现在是转往技职教育。对，那我自己的核心就是希望可以多跨一点领域，然后在教育这一条路上可以分享更多知识给别人。好，那其实我自己的经历倒不是这么重要。好，那主要是今天你可以在这一堂课程收获什么，我们就直接切入。在 Notion 入门跟使用模板，其实会从浅的地方开始，先带大家从最基本的操作开始。好，那第2个部分呢，就是会带大家浏览一下环境。接下来第3个部分呢，会带大家实做一个任务管理的模式。那在任务管理跟专案管理上，最常使用到的几种功能。好，接下来更实际、更细节的范例分享。好，最后是一些我自己的学习资源，我是怎么一路收集网络上的资料、自学学习这些 Notion 的。好，最后会安排一个 Q&A 时间。因为我自己主要是在资讯种子培训计划里面担任总监的角色。那我们在平常的业务主要都是要管理一些学员，让他们进行一些培训计划的课程。所以我们自己在设定一个网页的时候呢，就是用 Notion 来制作，很包含一些主体的介绍啊，还有我们培训内容，还有非常多的功能都可以就是一页式的统整资料在里面。平常最常就是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各种的会议。那这边呢，就是我们每次的会议的归档内容，所以我们每次的归档都会把它放在 Notion 上。那其实也不会占到我们云端的任何空间。那我们自己都是使用Notion 的教育版本，所以传的档案容量是很大的。好，接下来我们也是会有一些会议的模板，然后课程的公告布告栏都是建立在 Notion 里面。好，那接下来就是会分一些会议区啊、影片区、个人工作区等等这些进行排版的使用，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其实我在讲师讲解这个部分，其实就用到了一个 Notion 非常厉害的功能。我这个简报其实是用 Canva 做的。那 Notion 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把其他的工具整合进来。那像是这边。好，这边是 Notion 的页面，但是我可以直接非常流畅的直接放进Notion 的这个页面里面做使用。好，这个功能叫做嵌入。好，你也可以直接用一个超连接放在底下。好，再接下来呢，我自己最常用的一个以前用的软体Miro 其实比 Notion 更早出来。那我自己也很常使用 Miro 这个软体。那 Miro 的这个软体就很适合带活动啊，或是在脑力激荡的时候，可以先把大家的想法先留下来。
所以这个 Miro 的这个工具呢，也可以一起放进 Notion 里面，所以它真的是一站式的工作解决。好，接下来呢，这边我主要基本背景都介绍完之后，我要来讲一下 Notion 是什么。好，Notion 的话，主要它真的是在一个平台上完成多种工作，那它也提供了非常多实用的功能以及模板。那再来接下来，它最新的功能其实是提供了一件事的系统化，就是它有一个按钮按键，那你可以设定好你的整个页面之后，点击一键新增。好，这等一下会说到。那 Notion 它其实协作的功能也非常的强大，像我们整个一个团队可能有20-30位的干部，还有每一届都会有35位的学员，那这些人都可以在同一个页面里面进行编辑协作。好，那 Notion 其实蛮多基本的功能，文字的变化、排版、外观等等，那也有包含就是 database 的一些任务管理模式。那最后呢，其实这两个文字呢，其实我是透过Notion 里面的 AI 功能进行生成的。那我现在这边也是展示一下给大家。好，那刚刚其实，在留言区有听到说，同学有提到说，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其实之前是蛮好用的，现在有点比较没有这么稳定。好，那它其实这个帮我摘要的部分，就是这一整个 Notion 页面里面的内容哦，所以它也可以帮我抓出，哎，这一份文件呢，它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那这边就是单纯展示给大家看。那我们进到环境跟基本功能的操作。好，在 Notion 的环境里面呢，包含左边的视窗、中间的区域跟右侧的。那中间的区域呢，主要就是可以编辑的，它其实有点像是 Word 或是笔记本啊，你就可以新增说你想要新增的内容，包含文字、图片、影音。好，那左侧区域呢，它有点像是，好，现在这边打开，左侧区域这边其实有点像是一个网站式的管理方法，那你可以新建一些新的页面。好，在这一块都可以做管理。好，再来呢，右侧这边调字体的大小，还有呢，我觉得最常用到的功能是这个full width 哦，这边可以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排版差蛮多的。那一个是画面比较大，那接下来呢，在你如果要复制整个页面的话，底下有一个复制的按键。好，在右上角上面这边会有一个 share。好，这边分为 share 跟 publish，这两个功能分别是在 share 的地方，你可能是透过邮件的方式去邀约别人进行编辑协作，那这边就可以开放给特定几个你自己的一些干部啊，或是一些管理的人员。好，那 publish 呢，这边是可以直接公开在网络上，那你可能可以变成自己的网站，然后是作品集，那你也可以设定一些权限，包含是不是可以让别人编辑，可以让别人协作。那如果有打开第一个可以让别人编辑，这个模式就会比较像是维基百科的那种方法哦，就是你全开放这个页面，让每个人只要能连进来这个网站就可以编辑。好，大致上的环境跟功能介绍完了。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请问 Notion 可以只分享给特定的几个人编辑吗？一是可以，二是不行。那请帮我打1跟2，一或是2在聊天栏。好，刚刚好像不小心秀出答案了。好，没关系，这个就是一个功能展示。好，大家可以帮我刷1或是2。好，我现在看到留言区非常多1。其实这个小功能啊，在这个问题跟回复的地方，这个小功能也是我在做教学上很常使用到的功能啊。你可以先把问题列上去，接下来呢，用一个三角形的这个元件呢，把答案藏起来。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出像上面的这个一样的这个问题1呢？好，我们可以先按一下加号，好，可以往下滑。滑到一个 call out 的地方。好，我自己比较少用滑的哦，那我用快捷键，那快。好，直接打一个斜线之后，打出 call out，哦，你就会出现这个惊叹号。那有趣的地方是，这个惊叹号也可以变任何的你想要的 icon。好，
接下来呢，你可以在里面再打一个斜线，再把 toggle list 拉出来 ，OK。好，拉出来之后，这个 toggle list 可能会在外面，那你记得把它拖进来就可以，所以你就可以把问题把它点开，就可以设计出一个这样的一个问答的区域，问答的区段。好，接下来呢，因为我看到蛮多人在课前的调查表里面是讲到，其实有接触过 Notion， 但是只有可能注册或是刚使用而已。那这边我会带一些常使用到的快捷键。那我自己在排版，我是蛮喜欢用这个 toggle list 把东西都锁起来，哦，这样比较简洁，比较干净。好，那例如说像大、中、小的这个标号，其实就是打出一个斜线，打井字号，就会出现不同的标题，大标题、中标题、小标题。好，那我这边 A、B、C 的地方就刚好是大标题、中标题、小标题。那这个在课后大家可以做练习跟使用。好，如果是斜体的话呢，你可以直接 Ctrl 加 I， 它就会变斜了。删除线呢 ，Ctrl Shift 加 S。啊，这个功能其实也蛮常用到的。假设你有一些 To Do List， 那你做完了，你就可以一键把它全部就是加上删除线。好，底线的话是 Ctrl 加 U。如果你想要这一段呢，它有一个底部有背景，然后字体颜色变成红色，这边标注成程式码的，你可以按 Ctrl 加1。好，假设原本是白色的，按上 Ctrl 加1。那 iOS 系统的话呢，它就是透过Command 加上，就是 Ctrl 都换成 Command。好，那再来呢，文字变化我们就锁起来。好，我们留排版这边。那分隔线呢是就按减字号减号这个按3次，它就会出现一个分隔线。那这个在排版上面也蛮好使用的啊。例如说我要把上面的清单跟底下的做分隔。好，那或是呢我用复制的也可以。像它所有功能呢，你几乎看到的它都可以用复制的，你就可以把这个排版隔出来。好，那你如果要做一个 To Do List 的话呢，这边也展示一下。好，你把左右的方框打出来之后，按空白键，它就会出现 To Do List。好，结合刚刚的，好，你可能可以加上 Ctrl Shift 加上 S， 好，就可以把它删除。好，你如果今天有记得刷牙的话，你就可以把它 Ctrl Shift 加 S， 然后把它做完。好，打个勾，好，代表你今天完成了。好，接下来呢，这边是长方形的标注，这边就是 Call Out，叫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注意这个区块。好，接下来呢，其实 Notion 呢，它最好玩的地方呢，也是最自由的地方，在于排版的这边，它的积木式堆叠，点旁边这边6个小点之后拖移，它是可以随意你想要怎么样做排版都可以。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好，我只要2个或是3个，那你可以随机的、自由的这样做排版。好，1、2，好，3跟4反了，反了也没关系，我们再换回来就好。那这样就可以1、2、3、4，按照你想要的方法去做排版。好，接下来呢是外观的部分。好，这边就比较进阶一点。好，在外观的部分呢，刚刚有提到说点击右上角的3个点。好，这边有全屏的这个显示，那你就可以把它点开，它的排版外观会放得更宽一点，你可以放更多的资讯内容。好，在分享荧幕的时候，字体觉得也会比较大一点。那像今天教课的话，我是调整这种宽荧幕的方式。好，那在接下来呢，这些可能是比较少人会用到的一个语法。那因为我之前自己可能是有一些相关的课，学到一些额外的语法，或是在程式设计上有学到 Python 相关的。那我能不能在 Notion 里面把这个我学到的程式直接写在里面？其实是可以的哦。那在这边加入新的，其实就是斜线，然后 CODE 它就会出现。
那你就可以新增一个程式区块。那这边其实 Notion 整合了非常多程式语言哦，从 C、C++，然后 Python 这些其实都可以，把这些语法呢存在 Notion 里面。那你就可以在里面打。好，那在 Notion 里面的语法呢，它其实也会根据在不同的程式语言里面，不同的指令会变色哦，所以例如说是韩式的话，它可能就会变不同的颜色，会提醒你这样子。好，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在写流程图的时候，这一块也是蛮好用的，你可以直接改。啊，例如说在做研究流程的时候，一开始是好收集资料好了，下一步骤是资料分析，再下一步是什么？哦，对，如果呢你是资料分析，再回到资料分析，它会走一个回圈哦，它会回来。那如果资料分析下一步可能是视觉化，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流程图直接打上来，好，那这样就可以整合到 Notion 里面，你就直接把流程图做完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也分享给大家。好，接下来呢，这边就是其他额外的功能，例如说插入内容啊，或是插入目录。好，我这边主要先秀一下图片的部分好了。好，你这边就可以上传你自己要的一些图片。那如果是影片呢，就换成 video。所以其实斜线这是在 Notion 里面非常重要的功能哦。这边也可以加入影片。好，等下会有实际的操作给大家看哦。我如果加入了目录，哦，TOC，好，它就会把整个目录页产出来。那你想要点到哪一个地方，你就可以去。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讲到了快捷键的最后一部分嘛。如果我们要开始进行3大任务管理模式，就直接跳到这边。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好，再来呢，好，刚好我们讲到3大任务管理。好，在任务管理的模式里面呢，它这边是会有不同的视窗可以做检视。那最常用的呢，就是用表格的视窗来做观看。好，它就很像是什么我们平常用的 Excel。哦，你可以从左到右打上你的资料。那最上面是一个标签，那你可以改你可以改成专案名称。好，分别有 A 专案、B 专案、C 专案。好，我们再建立一个 D 专案好了。好，我刚把 D 专案新增上去之后，好，这边呢给它一个标签，那我这边可以上传一些档案，可以帮它新增一些时间。好，开始跟结束。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切到这个时间轴的模式去看，它就帮我把 B 专案跟 D 专案的时间拉出来。哦，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专案管理的一个可以检视的方法。如果你在 Table 这边打上来资料，它都会同步在 Calendar 这边。好，第3个部分就是有这个我自己也很喜欢的这个图库的视窗，所以我把它叫做3大任务管理模式。其实你可以点进不同的专案里面。去帮他建立一些会议记录啊，或是资料，或甚至他的一些在里面再开始分一些不同的架构，然后不同的组别要做哪些事情，所以这主要是3大的一个管理模式。那它要怎么新增出来呢？很简单，就是按一个斜线，好，然后再打上 database。好，这边就会开始有一个最简单、最一开始的这个 table 的这个视窗。好，如果你要新增一个其他的管理模式的话，你按一下加号，好，在 table 旁边会有一个加号。好，我再操作一次，可能刚操作太快。好 ，table 旁边有个加号，点击一下。哦，它其实现在更新的更多，它其实有蛮多不同的管理模式。那我自己最常用的其实就是 table、calendar 跟图库的这个模式。
那你都可以把它新建起来。好，还有一个，如果你是专案在开跑的时候，你也可以用 Timeline 模式。好，Timeline 模式呢，也一个蛮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直接打专案1，好，你可以直接拉这个时间。好，那就开始拉甘特图。好，你就可以把一些你要做到的项目打上去，直接用拖拉的方式。好，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喜欢用甘特图先安排专案的话，那你也可以用这个模式。好，那我稍微因为不太确定大家对专案管理的认识程度，就是在甘特图的意思就是它可能你把你的工作项目拉出来，在不同的时间区段，然后透过这样子一段一段的时间轴的方式去呈现，就是甘特图。好，那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功能，就是你可以透过拉点后面的这个箭头，好，去连线。例如说专案1跟专案2，它们是有关联的。好，那你就可以把它连起来，说哦，在专案1结束的12号之后，要开始去关注专案2这件事情咯。好，把它做一个连线。好，那这就是主要的几大的管理模式。好，包含表格、日历、图库，还有时间轴。好，那底下这边范例呢，主要第一格呢，它都是不能做编辑的。sorry 说错，它都可以编辑，但是它不能被删除。好，你看底下这边没有删除的任何键。那第二格开始就有删除，删除这个属性，它的名称是属性。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标签。好，那另外呢，我再讲一下 database 里面的一个小功能哦，你可以用 filter 把不同的标签选起来，我只要看 BBB、CCC 的，那你就可以用筛选这个功能，其实就跟 Excel 一样，所以它打造的工作流跟之前你使用的工具其实蛮接近的，所以它其实上手是蛮快的。你只要看B 专案跟 C 专案相关的，你就可以用筛选这个功能。好，那接下来就问一下大家问题2。好，那问题2，基本功能栏位是要点击加还是减？好，那这个也是打在聊天室，我怕大家睡着哦，就是还是安插几个题目，就是考一下大家，来个快问快答。好，请问功能栏位要点击加号还是减号？好，可以打在聊天室。好，刷一排，加或减啊。好，目前是有2个同学回答，好，3个，好。给同学找一下符号在哪里哦。有人打出小老鼠啊，好，我等下会讲一下小老鼠的功用是什么。好，有人打加号，好，目前应该都是一排的加号哦。好，好，好，可以，可以。那我这边先一个 tag 好了。好，刚好有人打出一个小老鼠哦。那其实 tag 这个小老鼠，你是可以标注，另外一个在这个页面里面，你已经开权限给他的人，你可以标记他。啊，那顺便再讲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用这个 comment 的功能，就是留言给他 comment 这边，然后说。这地方就会出现，那也会，如果他有开启邮件通知的话，那这边也是可以，就是叫他看这个区段，然后跟他在这边做对话。好，哦，刚刚在留言区，我刚刚有看到一个说，可不可以把背景调成浅色模式？好，可以哦，因为我自己平常都在打程式或是使用 Notion 编辑的时候，我比较常用暗色模式。其实，在设定这边也可以调整，在 My Setting 这边还有一个，
好，亮色模式。好，那这样也补充完了这个外观的部分。好，目前呢，我看一下，好，那我就先用浅色模式继续分享。好，接下来的分享呢，会主要是由我可能个人的作品集或是一些模板分享。哦，有人提到快捷键哦，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电脑它快捷键设定呢，Ctrl Shift 加 L 是设定成自己华硕电脑的其他功能，所以我一直没办法在 Notion 上使用。好，但这个快捷键也很重要，大家可以先学起来啊。感谢陈燕同学。好，那如果呢今天是在上课的情况下，我们很常会有一种情形是，我们好像记了非常多的笔记，但那笔记可能就是从书包随便抽一张纸出来开始记，写，可是这些就没有被归档，或是你可能要在写笔记的时候，你没有先准备好东西，那甚至记完之后呢，就把它直接丢到垃圾桶。那我也是自从接触到 Notion 之后，我所有的笔记都改成线上的笔记，都用 Notion 这边去做。那我们先带大家认识一下，这边有一个快速的笔记。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做一个很简单的快速的笔记，或是一些灵感的点子记录，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标题一，好，有一个标题，有一个你要记下来的一个重点。好，那我这边呢是新增了一个功能叫做按钮，这也是算今年度 Notion 更新里面我最常用到的一个功能哦。那这边里面可以调整，你只要把你想要一件系统化产出的东西放在里面的话，你点击新增，它就会非常多的标题，然后还有你设定的一点，那这个就很适合做快速的笔记。那如果是一个完整的课程笔记呢，你可能可以这样子做归档，可能包含目录，我刚刚也有教到目录的部分，还有笔记的记录。好，这边你就可以快速的把重点记下来。好，那现在是非常多的一些实体课程跟线上课程的混合。如果你今天刚好上到是一个线上课程，其实你可以先把这个 YouTube 影片拉进来，那你就可以边看影片，戴着耳机，然后开始边做记录。这个是我也是蛮常使用到这个功能的。那你可以边看这个影片，好，在底下就开始做笔记。好，你只要任意一个 YouTube 的网址，把上面的网址复制，直接贴上来，这边就可以了。好，例如说，我先复制一下这个网址。好，其实把它直接贴上来之后，用迁入的方式点选第一个按钮，好，它就会把影片放在里面。好，但推荐这个功能呢，不要一个页面放太多影片，那它在载入这个网页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所以，或是说你在看完一个影片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把它换成第二个 bookmark 的方式，这样会比较省空间，在浏览页面的时候就会比较快。这边是课程笔记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进到一个假设像之前我在提大使进行一个企划开发的时候，是在上一个数位素养教材的开发。那时候我为了跟第一关系或是跟一些其他人在分享的时候，我总是要讲一下说我这个计划主旨是什么，我可能会上课上的内容是什么，那教案的内容，那我就用一页式呈现，那包含授课的简报还有分享的简报都可以放入到里面做归档，还有把这个页面分享出去。所以你就可以透过不同的工具混用，例如说一样可以使用 Canva 的简报制作汇入。好，接下来呢，你可以把你要写的东西列点进来。好，一样是 Canva 的图片，做完之后你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贴上进来。好，我再放一下。好，那这边也是让大家可以做参考的。接下来呢，讲到一个在专案进度上面，其实我蛮喜欢的一个功能，就是在专案进度当中，你可以透过这种进度条的方式去做追踪。例如说从刚刚的表格的 database 开始，
你可以写目前的进度，你的目标进度是什么？接下来透过这样子去计算百分比的方法，好，或是给它一个标签，它目前的状态是在进行中、待审核、等待中这样的方法。好，例如说你这一件事情呢，可能变成追踪中，你就可以调整一下。那要怎么建立这个状态更新呢？你可以按加，好，这边有文字、数字、选单、多选、日历，那你这边可以选一个状态，好，那你就可以进行调整。好，里面的文字都可以再调整。那这边就是快速的展示给大家看。好，底下呢还有一些我从网络上公开分享的模板做统整的，我自己也比较喜欢，也比较美观的一些进度列、进度条分享给大家。如果这边的目前进度从1变成10它就会直接自动更新成50%。好，那如果今天是15，也会跟着动态的调整。那这个的话就可以变成是非常快可视化的一个模式。那这个同时可以提醒自己，也可以提醒你在团队当中的其他成员他目前的进度如何。那他如果配合上，例如说 timeline 时间轴之类的方式，就可以做到更好的管理。接下来呢，就又进到另外一个不同的模板分享。刚刚比较都是一些在工作流程上或是专案管理上的一些模板分享。那接下来就是分享一些，假设你想要透过这个 Notion 建立自己的网站网页，有一个部落格你就可以一样，就是新建自己的一个页面。像我自己的兴趣是蛮喜欢摄影的，那这个是为了这一次课程就简单拉一下。好，那这边排版就没有很漂亮，大家就忍耐一下，因为这边也都是透过这边的 AI 生成的。那我这边主要是想要带到一个东西，就是假设你今天设定了一个区块，好，改变了它的颜色好了，好，我们旁边这个6个点，可以按它一下，可以改变这个区段它的背景。例如说，我想要背景颜色是蓝色好了，好，蓝色比较不明显，这是用浅色模式，看不出来。好。好，假设它已经有背景的颜色了好，那我想要在里面新增文字呢，你要记得按 Shift 加 Enter。好，可以把这个颜色的区段往下一直延伸。如果你单按 Enter 的话，它就会进到下一个功能。好，所以这边也是有一个快捷键的功能，一个小 paper 给大家。好，接下来呢，这边你其实也可以加入一些轮播的图片。那轮播的这个图片呢，我是透过其他网站嵌入的例如说我把自己的摄影作品3个轮播可以放在这边。接下来呢，我可能之前有拍过的一支影片，我也可以把它放进来。对，那你就可以自己去做设计甚至可以设计到一些互动的留言区域或是留言的页面，都可以再做设计。那这边是分享一个模板这样。个人的作品集这边好了，因为这比较也是我职涯分享或职涯讲座的主轴，如何增加自己的履历上面的一些呈现文字甚至自己的作品集怎么归档。那其实你可以透过 Notion 这样一页式的方式建立自己的个人作品集。你可以上传一个自己的大头贴照，好，那你可以打一些自己的一些内容，自我介绍，好。那这边目录的话呢，这边你也可以加上可以点击进去的页面，你可以打关于或是专案制作、专栏的文章，甚至你自己有演讲过的一些题目或授课都可以。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还要进阶我就是慢慢把功能从最简单到完整的部分一次慢慢带。那像刚刚其实我们有一个分类是 table 嘛，点开来，其实这边很简单的分成专案名称跟建立时间。好，接下来是用分类，你可以透过教育数据分析等等的标签，
帮它分类。好，如果我今天要再新增一个教育的页面，你可以按 New。好，好，你一开始新增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完全没有图片的一个页面。好，这时候呢，你只要在底下直接上传一张照片，好，它等下就会出现在这个图库的最外面。等它一下哦，还要显示一下。好，它就会，这也是一个 Notion 的功能。好，我刚刚操作比较快，那我再秀一次。其实你可以用荧幕截图的方式，把现在这个区域直接截图起来，就截图之后直接贴上刚刚的截图。好，所以在上线上课啊，或是你在截图完你这个很重要的图片或是页面，你就可以直接存下来，存成这个放在 Notion 上面的资料。好，那接下来呢，这个专案室我们也给它一个标签，刚刚说到教育嘛，好，这样它就会同步过来在分类里面教育的这个检视页面里面，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我如果有一些教育的专长，以下作品集是什么，数据分析的作品集是什么，然后很清楚的就可以展现给别人看。接下来呢，你如果有一些专栏的文章或作品，好，你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把文字记录下来。那这一支不是这一支，这一篇文章啊，是我之前在一个开课快手 Teachify 这一间公司实习的时候，我写下来的文章。那这边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自己做排版。好，那就可以分析一下你读到的一些文章资讯，还有一些图片，那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写下来，变成自己的一些小文章。第一个部分是你可以自己做浏览使用，那当然你也可以分享给其他可能之后面试的公司。好，这边也分享给大家。好，那这边呢一样有一个问题，如果要复制模板，要点选什么功能？好，这地方呢，大家先我先讲解一下，我刚刚好像没有提到这个。那如果你在使用上呢，请记得先打出出处。像这样的一个页面，其实就是可以分享给别人，当成你的网站啊或网页使用。那如果今天它是有开放权限可以让你做复制的话，在右上角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复制 duplicate 的一个按键，大家可以点下去。好，接下来他就问你说，你可能想要放到哪一个工作区域？好像有些人刚注册的时候可能就只有一个工作区域，那有些人就是有蛮多的工作区域有分开管理的话，你就可以点选一下，好，然后点新增。好，这边的重点呢，就是记得你之后在逛人家的 Notion 页面的时候，如果它有说明到说你可以使用它的复制模板的功能，好，你就放心的按下这个复制键。那如果它是刚好不小心打开，但是它没有特别说到，就是在 Notion 里面使用的话，记得附加出处会比较好一点。好，有了，好，大部分人都完成了哈。好，哎，对对对，还是记得 CC 一下别人。对，好，接下来呢，我也要讲一下 Notion 这个软体呢，因为开始有很多人使用，还有非常多的公司使用这一套软体作为内部协作的工具，所以呢，在网络上其实有非常多的学习资源，包括我自己参加的一些新创公司或是实习的单位，其实也蛮多都是透过 Notion 在做管理的。那学习的资源分享就包含这边有可能 Notion 的进度条的分享，那这边我也是这边是引用我的内容，其实大部分是引用牧羊你的分享内容。
好，那我也是上网爬文看它制作的方法，好，然后截取一点。好，这边也是介绍一下。好，好，我受不了了，我要先建立一个目录。好，这个就是目录好处的地方啊，就是如果你的那个页面热等的话，那请帮它加上一个目录哦，你就可以直接点学习资源分享，直接跳到你要到的地方。好，接下来呢，就是有额外网络上的资源，这个它是透过 Notion 呢建立它自己的一个图书馆或是书库，那你也可以把一些读书的心得笔记啊，点点点点点的写进来，那这个也分享给大家。那它也是开放给大家开放给大家直接做复制。好，接下来就是可能有一些繁体中文的一些教学手册，还有我自己在网络上爬文的时候也是蛮喜欢雷蒙这个他自己建立的网站，它里面的教学都分享的非常详细，真的是最完整的 Notion 课程啊，不得不说。那他也有授课，那如果真的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上课哦，这不是业配，但我就是觉得他真的写的很漂亮，还有就是他的网站呢都建立的非常好，就是它是一个好的范例，大家可以做参考哦。好，那在这个学习的资源上，除了部落格文章之外，其实在 YouTube 或甚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呃，诶，其实有蛮多网站啊，就是 YouTube 啊，或是部落格，其实蛮多人都在分享怎么使用 Notion 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进入 Q&A。那我们进入到 Q&A 时间，大家可以再帮我在聊天室继续问问题。那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其实是我自己好奇的啦，就是想要问一下那个是怎么做的。请问模板里的自动化按钮要怎么做？看起来蛮方便的哦。它其实一样是斜线，你就打。你可以用斜线或是旁边的加号点选，你就可以往下。好，它叫 button 的这个新功能。好，它在底下这边，你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区块。好，好，它其实呢就是会有一些指令，就是很简单。如果你今天点击了这个按钮之后，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所以你可以增加一个区段，也许你这边就可以写，就是用到刚刚的所有技能，你可以新增一个标题。好，只要你把东西放在里面，就会做都会做一次。那所以你可以透过复制贴上的方法，好了，我等下我去旁边这边随便复制几个东西好了。好，例如说我还蛮喜欢这个 Part One、Part Two 的部分，复制好就可以贴到里面。记一下。好，其实用复制贴上是最快的，你就可以把刚刚这些内容呢都复制进来。好，之后点档，好，按下这个 button 之后，它就会把你刚刚所有的页面内容全部一键式的生成。第一个功能最好用的当然就是刚刚复制模板，第二个功能就是你在模板里面的特殊区块，你要一直不断的复制贴上使用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样的设定。好，那假设像这个，我已经知道它的功能了，我可能就可以帮它取个名字，这是步骤生成。好，那给它一个 icon。好，完成。我就再把这边删掉。好，它就会直接生成第一步骤、第二步骤，还有包含刚刚的问题。好，那如果现在觉得画面很不干净的话，你可以把这些全部选起来，好丢进Tago 里面。好，这个是 Notion 的小毛病，它有打字都会乱跳。
你就可以把它收藏在里面，这样页面就会变得比较干净。好，那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有同学说，请问使用 Notion 做专案管理，相较于 Trello、Asana、Jira 的优势是什么？我其实觉得在做专案管理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到像 Asana 或是 Trello 这些，我也是有以前使用过这些软体。那其实是看你的公司跟你在所合作的这些团队，他擅长做的东西。那我觉得 Notion 它的好处呢，其实就是真的是可以整合很多的资料进来。那我更推荐他先从自己的一些作品集，或是管理一些笔记页面，毕竟他也是笔记软体出身。那它也可以开放成就是让大家协作的。我觉得 Trello 的话，它的目前有一个限制，就是它没办法整合到这么多的影音或是图片。你可能在汇入的时候会比较操作上比较相对上比较复杂一点，然后它跑的速度也比较慢。好，那再来是 Asana 的话，我其实也很推这个专案管理的软体，因为它其实更符合每一个不同的工作法。例如说，我今天可能是瀑布式的管理，然后或是我可能要非常多的权限设定，然后我可能更推荐这一套软体。但如果是一个简易型的小型软体，小型的一些团队，或是在带学校社团管理自己的一些资料的时候，我更推荐的是 Notion。按钮跟资料中的模板。好，平常有喜欢用哪一个吗？哦，我都很喜欢用，可以这么说，整个网站好了，你都想要就是复制，然后做编辑的话，就是用模板的复制贴上会比较快。那按钮的话呢，其实它还可以整合到今天是没有教，因为它比较复杂也比较进阶。那这个大家可以再去多做学习，你可以下关键字 Notion Database 加 Button， 对，就是把它融合进去。其实它就可以变成是你在不同的会议开始之前，你只要一键按下你的格式化的会议记录模板，它就会出现。就例如说，我们有一些会议的目标、会议主旨、会议记录，还有最后的 CTA， 这些就可以用 Button 来做，这个就会比模板的复制还要好一点。目前应该实际上的案例比较多是这些。按钮的部分，在自己建立一个新的页面的时候比较常用到。今天我们的一站式工作解决方案 Notion 任务管理与实用模板分享讲座，名字有点长，是不是超级实用呢？好，那今天就是最后再次的感谢我们邱大哲总监以及热情参与的各位同学。